我出来了，我真的出来了！丁玲玲，你自由了！丁玲玲，快回家吧，家人肯定都在等你。哥哥，我回来了。总算有个故事的结尾，还算不错。这可不一定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愿意理我了？为什么？有点烦躁。乔莹，与我说话。不理我的话，我会像之前一样，只要我稍不合你心意，你就想杀了我吗？答错的话，他是不是就不会再给我带花，往我怀里靠，也不让我碰他了？为何不说话了？我很想知道你刚刚想说什么。我不理你的话，你会做什么呢？算了，不想说就不说了，用不着如此折磨自己。原来这就是折磨。丁姑娘，丁玲玲，你怎么了？丁玲玲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这寺庙虽禁锢了你，但与你神魂相连，因此也保住了你。如今你们联系已断，过不了多久，你将魂飞魄散。你不说他是鬼吗？为什么会魂飞魄散？他并非鬼，而是生魂。生魂是什么？起初我确实认为他是鬼，但你曾说他10年前被困在这时还是个孩童，但他现在年岁已大，如果是鬼，那只会保持在死时的模样，不可能还会长大。他会有这样的变化，只有一个可能，他的肉身还在，只是魂魄不知何故离体。寻常人若是这样，不出1日就会魂飞魄散。这座寺庙保护了他。既然这样，那找到他的身体，是不是能帮他回魂变成正常人了？确实有这可能，但问题是他能撑得了这么久吗？有没有什么办法？生魂想要不消散，有人用阳气养着便行。你最好打消这个想法。其实我也不是不，你不行。那你……我更不行。丁姑娘这10年来做了不少善事，如果魂飞魄散，那岂不是好人没好报？道长方才出手解开丁姑娘身上的禁锢，分明动了恻隐之心。正如道长所说，丁姑娘是生魂，并非恶鬼。倘若此刻就此收手，您斩的便不是邪祟，而是人了。我观道长嫉恶如仇，若是平白沾染一条无辜性命，往后又该以何种立场伸张正道？解除他的禁锢，本是因我看准了乔姑娘的善心，可那人似乎早就看破了我的想法。若不是见你行善积德，我才不会管你死活。这样就行了吗？不是这样，你以为要哪样？嘴对嘴的那种？你说的这种也未尝不可。沈青雨，听你这话，你试过？你以为这半个月来，在这儿的每一夜，我是如何为你治病，保你神魂不损的？半个月？我以为你只带我循环了3天，结果你竟然带我循环了半个月。我本不去云岭州，你们就当我送佛送到西吧。道长同丁姑娘非亲非故，尚且不求回报，仗义相助，果然是高风亮节之人。哼，难道不是因为他魂魄全靠道长你的阳气吊着，肉身未归前，都必须依靠你而活吗？若中途收手，生魂损灭，那就和杀人别无二样了吧？这我们先赶紧休息吧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再见，再见。不管道长为何出手帮我，但是谢谢你，你是我的恩人。你能回归肉身最好，若回不去而化作鬼魂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所以收起你这惺惺作态的样子，我不是那种会被美色迷惑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而且我也没有要用美色迷惑人呀。列位客官，今日不讲江湖朝堂，咱们聊一桩奇闻，名曰移魂记。江南一户富庶人家，
家中有位大小姐，她年少便和寒门书生定下婚约，早有媒妁为证。书生外出游学，结识了一位手艺甚好的普通绣娘。久而久之，书生恋上绣娘，将婚约大小姐抛之脑后。千金满心怨怼，不愿认输。他散尽钱财寻访术士，想要和绣娘互换身躯，夺回情谊。奈何天意弄人，肉身互换，心意却未曾敢改。书生喜欢的是绣娘的性情，而非样貌。就算容貌变成千金，他依旧偏爱绣娘魂魄。真正的千金困在平凡躯体之中，眼睁睁看着爱人相伴自己的容貌，他悲愤郁结，心气难平，最终郁郁而亡。最后绣娘就用富家身份和书生门当户对，相伴终老。祸福难断，到底是谁窃走了谁的人生，没人说得明白。二位客官，里边请。要去见你的长辈，我们总得换上一身得体衣裳，辞旧迎新，讨个新气象。莹莹，你变了。那当然，我变得更好看了。依丁姑娘所言，丁家应该是这儿的富户，想找到估计不难。就是这燕道长看起来不太好相处，不过他面冷心热，不是坏人。你怎么了？今日你提起那位道长有8次，提起那个生魂有10次，然后呢？今日你只唤了7次我的名字。你喜欢他们吗？我送你去见他们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闻你身上的味道。我身上有味道？有一股酸味儿。沈清云，你分明知道广恩寺有问题，为何还带着我在那儿经历这么多同一天？好舒服啊！要是能永远这样就好了。是你说的，想和我永远这样。哪样？睡在我怀里，抱着我，亲吻我，抚摸我。沈清宇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给我注意点！你的话要是被其他人听见了，就得说伤风败俗了。你既对我做了伤风败俗之事，为何不能说？要不是我把持得住，谁一早睁眼看到你这般容颜能够忍住？难不成我说想永远这样，你就要带着我在那鬼地方过一辈子吗？每天过着一样的生活，有意思吗？为何没有？每天醒来，重复着一遍又一遍经历过的事。沈清宇，你不会觉得又无聊又痛苦吗？习惯就好。你以前究竟是习惯了怎样的日子？你想试试？在保证我安全的情况下，也不是不能试试。那便寻个机会试试。你家可真远，好在我还有点小钱，今天带你住最好的客栈。莹莹，你真好。二位是吃饭还是住店？我们住店。不知二位是想要几间？一间上房。小二，带2位客人上楼。快看，是颜玉君子，真是天人下凡。听说他还未成婚，不知将来哪家小姐能有福分嫁给这么好的郎君哟？想嫁给他可不容易，得先过他妹妹那一关。没错，颜玉君子极疼妹妹。先前他妹妹逛青楼遭人非议，他直接断了所有交涉跟人家的生意。而且他还有个纵容他的未婚夫，真叫人羡慕。我也想有这般的兄长和未婚夫啊！得了吧，颜玉君子的妹妹可是云岭州第1美人，你一根毛都比不上。
能有多好看？难不成比楼梯的那位姑娘还要好看？确实俊美。我们去休息。公子，账本已备好，您要不要坐下来喝口茶歇歇，再查账？那2个客人看上去不是云岭州的，他们应当是外地来的。除了小姐，我还从没听说城里有那般家颜的姑娘。当然，我也从未听说城里有那般年少却生华发的公子。那2人，尤其是那位公子，只怕不简单。他们有什么需求就好好招待。是。那个男人很好看，一般般，谈不上多好看。那你盯着他看了许久，是何意呢？有吗？没有吧？你一定是误会了，他太普通了，我才没兴趣。那什么样的才能让你有兴趣呢？当然是你这样变态的才讨我喜欢。莹莹，你好奇怪啊。看来是哄好了。又有酸味吗？沈清宇，你好可爱啊！我今日一共叫了你11回，你是我换名字换的最多的人了。沈清宇，你怎么了呀？莹莹，我病了。那要不要我给你治病呢？要。沈清宇，你这是做甚？莹莹，你好奇怪啊！一觉醒来，你的爪子被绑，眼睛也瞧不见，可是你却不害怕。因为我知道你一定还在我身边，沈清宇，我想要抱抱。莹莹，为何我在你身边，你便不怕了？我手腕有些难受，可以把锁链放得松些吗？还难受吗？好多了，谢谢。莹莹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我若是生气了，你怎么办？你喜欢我，我自然会哄你高兴。那我要是难受了，你又会怎么办？那我便把这世上让你难受的东西一件件毁掉。若让我难受的是你呢？那我便先把自己毁掉一半，留下另一半来哄你。损毁一半身体而已，算不了什么。沈清宇，你知道的，我怕疼，所以你只要不让我疼，我就不会怕你。沈清宇，你的眼睛有副白绫吗？没有。我可以摸摸你的眼睛吗？可以。是空洞的眼眶吗？还是布满伤痕的眼窝呢？我很早就在想了，沈清宇，你过去究竟经历了什么？这双眼睛是不是被人所毁？沈清宇，我想看看。不可以。沈清宇，好像有东西在碰我。有吗？许是我出错觉了。真的有东西。有吗？沈清宇，真有东西摸我。哦，肯定是沈清宇干的好事。你以前就这样和自己玩吗？许是吧。我现在这模样，就是你曾有的处境吗？每日睁开眼，不用想吃什么，也不用想住哪，每日还有人来看我，陪我说话。若是我快死了，
所有的人都会慌忙用最好的药材来为我续命。莹莹，大家都好喜欢我。沈清瑜，我在。你是个笨蛋，你就是笨，脑瓜子笨笨的。我打开脑袋给你瞧瞧。笨鱼，我给你治病了，以后不准再这么笨。这法子是治浑身发烫、心跳加速的，治不了呆伤，所以你才笨。我饿了，你饿不饿？饿。那我陪你出去吃东西。我想与你一起吃饭，2个人总比1个人热闹。要不等我们回来后再绑着我，好不好？好奇怪，我以为人恐惧时的尖叫、逃跑才会让我觉得有趣，可他这般行为似乎让我有了从未有过的感受。沈清瑜，好不好？好。沈清瑜，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绑了，眼睛也瞧不见。其实那一瞬间我是害怕的，所以你以后还想玩这种游戏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提前告诉我，让我有个心理准备？好。沈清瑜，我怀疑刚刚戏弄我的是一只白毛狐狸。是吗？还是一只脱毛的白毛狐狸。如果它还是每天啃野果子不好好吃饭，过不了多久肯定会秃。没有毛发的狐狸一定会丧失择偶权吧？沈清瑜，你今天胃口很好吗？还吃了2碗米饭呢。卖狐狸了哟！山上抓的野狐狸，品相可好啦！姑娘，来看看吧，这狐狸的皮毛十分不错，用来做狐绸再合适不过了。你喜欢它？毛茸茸的，很可爱，摸起来一定很舒服。毛发粗糙，你只会觉得硌手而非舒服。这位公子，你目不能视，又怎能看出这只狐狸的皮毛粗糙？我捕了好几年的猎，捉到的更是数不胜数。我敢说，这只狐狸品相绝对上好。若是不信，大可以去打听打听，有几个同行能抓到这种漂亮的狐狸。如果染上难闻的狐狸味儿，可是很难去除。明明很好闻啊。这公子虽说人模人样，但估计是个瞎子。能够找到这么漂亮的姑娘，就该谢天谢地了。如今姑娘想买只狐狸，他居然还不同意。姑娘，现在天冷了，等大雪封山，这样的狐狸可就难得了。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，你考虑考虑。我当然要。你们竟然能忍心杀了无辜的小动物做狐袍，这真是太残忍了！这么冷的天，你们还要杀了它，真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。看样子，这野狐狸要与你无缘了。姑娘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狐狸可是我在山里冒着生命危险逮到的，我不抓它，拿什么养家糊口？再说了，这姑娘都要买了，你别多管闲事了。终究还是草莽之人，你说话放尊重一些。整个云岭州的人，谁不知道我们小姐最是心善？路见不平，总会站出来管一管。若是惹得小姐不悦了，我们严狱君子定不会放过你。姑娘原来是……小云、小霞，住嘴！我行事全凭本心，不需要拿兄长说事。原来是客栈那位公子的妹妹，想来和严狱公子一样外貌不凡，难怪会掩去面容。姑娘，我就是以捕猎为生，靠着这个养家糊口，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啊。动物的命便不是命。姑娘，山里这么多野兽，我不抓，别人也会抓，我这是靠本事吃饭。你这样就能心安理得取他们性命？你只顾自家温饱，可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人，也会疼会怕。是，小兽无辜。姑娘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不能卖给你了。姑娘，我们待会儿就去把这只小狐狸放生。生命不分奔卑大小，世间万物都该拥有活下去的权利，希望你有朝一日能明白。
我憋不住了。那便不憋了吧，有我在。姑娘身上这件鹅黄罗裙绣着的是金线吧？是又如何？炼金要烧炭，烧炭就要砍树，山林被伐，那些小动物冬天连躲风雪的地方都没有。你嘴上说生命不分贵贱，那你日日三餐全吃素？不对，草木演化经。若你吃素，说不定便误伤要修成人形的小妖，这不也是杀生？哦，姑娘长这么大是靠餐风饮露。一派胡言！我家小姐心善救小狐兽，你一心杀生，反倒出言讥讽。没错，小姐一片好心，你拿草木精坏歪理刁难，真当我们好欺？到底是哪边好欺负啊？当然是他们好欺负。莹莹，我怕你受伤。他们很好杀，我不会受伤。但是周围的百姓会留下阴影，休要口出狂言。云岭城城主早有明令，城内严禁私斗，违令者一律收监，处以重刑。公子，我们不过口舌之争，犯不上以死相扶。看二位像是外乡人，相逢便是缘分，不如交个朋友。倘若你们打算久居云岭州，日后有事，我们也能搭把手。贺叔，小姐不是还要同李公子去游湖，可别耽误了时间。告辞。贺叔，我们这么多人，难道还打不过那眼盲的人不成？我们确实是打不过。这只狐狸就归我了。好，多谢姑娘。好了，别闹脾气了，生气可是很容易生皱纹的。就卖出一只狐狸，这么高兴吗？那可不，我娘子的药钱有了，孩子还能有新衣裳，我们家能过个好年了。快走吧，下次学聪明点，可别被这么容易抓住了。你不打算做狐袍吗？谁说我要买它做狐袍？我本就打算买来放生。方才那位姑娘的说教我虽不爱听，可有句话说的没错，这红狐实在可怜又惹人疼。什么感觉？粗糙，硌手。那是因为它被关久了，等它回了森林，毛发肯定就会养得柔软蓬松了。看到这小狐狸，我忍不住想起，若有一日，有只白尾的狐狸也被困笼中，孤零零圈在尾巴里时，要是能有人把它从笼子里放出来就好了。莹莹，你好奇怪，好像一只小狗。沈青羽，你舔我！夫妇还没来呢。丁玲是我的表妹，我们自幼定下了婚约，但她那时胆小爱哭，惹得我心烦。那日游湖，她失足落水，我虽嫌弃她胆小，却从未想过让她遭此险境。你明知道玲玲怕水，还故意带她去水边，李远志，你该死！若不是管家及时拦阻，那日我恐怕真要被丁延玉打死。万幸3日之后，她总算醒了过来，只是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大病一场后，她性情大变，热情开朗，天不怕地不怕。往后别再唤我玲玲，我给自己取了小名叫福福。不知不觉，我彻底被丁福福吸引了。福福，你终于来了。李远之，这是何意？我不过晚到片刻，你若不耐烦，大可先走，我又没逼你等。我不是嫌久，只是见不到你，心里焦灼难安。哼！发生什么了？心情不好？喂，女鬼，你还要磨蹭到什么时候？那里有狗，道长，我害怕。若不是我半路又捉了只妖，早就该送你回原处。别再浪费时间，快出来！
行了，狗走了，出来。这女鬼又想用样貌诱惑人。你的家究竟在哪儿？快点，我可不想日日耗损阳气渡你了。往那边。小时候表哥也带我去游过湖，如今这亭内应该是一对情人吧。发什么呆？快走！2碗馄饨，多加1份煎蛋。好嘞，客官稍等。那男子看着是个瞎子，那姑娘这般好看，怎么会看上他？说不定人家有过人之处。为何看我？他们说的不错，你的确有过人之处，生得俊俏。这便是我全部长处。优点这么多，给我们这种普通人留点活路吧，小鱼儿。快吃。莹莹，你怎么有煎蛋？我不爱吃蛋。可我也不喜欢。以前为什么吃什么，现在还知道自己说不喜欢吃什么了。点都点了，不许浪费，全部吃完。我给你讲个恐怖故事。从前有只自由的小狐狸，不慎堕入陷阱，被好心小姑娘救下，然后他苦修化形去找姑娘报恩。等他满心欢喜等姑娘开窗，结果姑娘一看见他，当场吓得大哭。为何？他生得不好看？不是小狐狸太挑食，毛全掉光，脑袋光秃秃，一根头发都没有。你怎么了？故事太吓人，我怕我哪天推开窗也看见一个光头小男孩。不会。我被骗了。吃饱就好，别硬撑，伤身子。怎么像只自顾舔毛的白毛狐狸？我们没有点这个。我们送的，不收钱。那多不好意思，必须给。多不好意思，莹莹付钱。没事的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二位是一对吧？莹莹，你为何离我那么远？不用难为情，看见你们，我就想起我和老婆子年轻的时候。我们几十年吵吵闹闹，心底情谊始终没变，日子就这么慢慢过来了。你们还没有互相榨干彼此的好处吗？为何能相守这么久？他说傻话呢，二老别往心里去。世人相处本就各取所需，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。要说贪图好处，倒也不算错。只要与他在一起，粗茶淡饭也香甜，陋室小屋也温暖，春日一同赏花，秋至相伴看落叶，山河风光有人共享，这便是我从他身上贪圆的好处。乔英会为我背诗时，会为我擦拭污秽，还会为我治病，我也是在贪图他的好处吗？不过我也给他治了那么多回病，想来也是理所应当。二位能够相守半生，不离不弃，实在难得。那可不，他还小的时候便说要嫁给我。你别乱讲，要不是看在你家中待我宽厚，不会让我吃苦，我才不会答应呢。哎，花灯节是你丢帕子与我定情，那方帕我至今留存。你颠倒黑白，当年你写的情书我还留着作证。莹莹，若是男方家人品行不好，女子便不愿嫁过去吗？自然是，女子嫁人不只是与一人相伴，若是婆家难以相处，她日子过得不舒服，自然就要慎重考虑。他怎么忽然闷闷不乐？难道是那故事吓到他了？看来以后不能这样了，免得他当真胡思乱想。老爷，桃花酥买回来了，还热着。夫妇就爱这个，又总怕长胖舍不得多吃。女孩子圆润些不砍多了吗？咱们小姐是云岭，不对，是天底下第一美人，胖瘦都倾城，旁人只远远瞧一眼都相思难眠。就盼她安分些，别再闹出女扮男装逛青楼的事儿。小姐只是贪玩好奇，上次您罚她禁足半月，肯定知错了。就你们心疼她，我身为父亲，难道不比你们心疼？唉，
也是怪我。当年我夫人病重没过多久就离世，而我纳了妾，此后玲玲就记恨我，从不肯喊我爹爹。好在女儿落水后想通了，日日黏着我撒娇。要我说，父女哪有解不开的仇？老爷，颜玉回府了吗？公子传信，在揽春楼应酬，得晚些。呵呵，揽春楼花魁绝色，怕是乐不思蜀喽。要不是我几年前身体出了问题，我也断然不会早早收了风月心思。桃花酥还热，我送去给福福。小姐白日赴李公子之约，还未回府。这小子可真不懂事，还没成亲呢，这般晚了也不知送我女儿回来。不行，我亲自去见。老爷，厅中正有客人等候，是一位道长。你怎么什么人都放进来？府中早已有真香观的平安符，快把人赶出去！老爷，那人自称是真香观观主亲传弟子燕剑池。公子便是燕道长。燕道长大驾光临，怎只奉上一杯清茶？快让人备下好酒好菜。丁老爷，客套免了。此番登门是有要事相告。我在山上除妖时，在一座寺庙里遇到一位被困10年的生魂，她是你的女儿丁玲。道长怕是弄错了，小女安稳活在府中，怎么可能是生魂呐？小姐，你不是心心念念想要回家吗？如今回家了，见到你爹，怎么也不换人？老爷，这真的是小姐？我当父亲的难道不认识自己女儿？道长不必拿个用了什么术法幻化出相似容貌的孤魂勇鬼糊弄我。我从不骗人，你且再仔细看看，这不就是你女儿吗？道长好歹寻个机灵些的女鬼，她与我甚是陌生，怎会是我的女儿？丁玲，说话。我是丁玲玲。够了！我看你并非是什么燕剑池，只是行骗的江湖术士。管家，送客。我自己会走，不劳费心。老爷，那道生魂看着好像真的是……住口！不过是骗人伎俩。今日之事不准向外吐露半字，更不能让颜玉与夫妇知晓分毫。别再哭了，哭得我甚是心烦。家，我送你回来了，但你口中的父亲根本不识你，你先前说的话都是骗我的。不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有撒谎。那个人我不喜欢他，他也不喜欢我。只要找到哥哥就好了，还有表哥，他们一定认得我。我不会再信你的话了。这套迷惑人的手段对我没用，别再跟着我，否则我现在就送你入往生轮回。道长，别丢下我一个人。李远之，你快看，这道长独自对着空气讲话，怕不是个傻子。能博夫妇一笑，纵使傻子也傻得有趣。好了，夜里风凉，别染上风寒。这真的是一点偏僻吗？我死这都没人发现得了。沈青云，你老实说，我平日里待你如何？不让我吃煎蛋时，很好。难道你会因为一个煎蛋，就想把我毁尸灭迹吗？莹莹，
你想什么呢？我怀疑你想伺机记仇报复我。我最是谦和有礼，善良大方，从不记仇，别害怕。你说好带我回家见长辈就成亲，结果把我带到这看上去死了很多人的地方。莹莹，人类的繁殖能力很强，所以死的人多一些也是正常的吧？这对吗？别怕，这些尸骨是走路摔死的，绝不是我动的手。别怕，马上就到家门了。你家建乱葬场的吗？这是你家？我家里人比较懒，不怎么打理宅院，可他们心性都很和善，一定会喜欢你。莹莹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应该去买点礼物，等白天再来拜访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们家没有这么多礼数。不，礼数得要。莹莹不用紧张，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。大家知道我带你回来，他们都来门口迎接了。是青鱼回来了，是青鱼回来了吗？青鱼回来了，我把莹莹带回来了。青鱼回来了，青鱼回来了。莹莹，需要我抱着你走吗？不用，谢谢。二叔，这是莹莹。莹莹，宋嬷嬷，这是莹莹。莹莹，弟弟妹妹，这是莹莹。莹莹，义弟，这是莹莹。莹莹，父亲母亲，这是莹莹。莹莹，莹莹，我的家人是不是都很好相处？莹莹，发什么呆？我现在活脱脱就是画本里被美色迷惑、误闯鬼域的书生，下一步怕是就要被吸进精气，殒命于此了。莹莹这般喜欢我，我怎么舍得让你出事？莹莹喜欢青鱼，莹莹很喜欢青鱼，莹莹会一直陪着青鱼。沈青鱼，我在。你快看那个人，半边头颅都不见了。莹莹，我眼睛看不见了。莹莹，怎么不去和大家玩呢？那些都是小孩子玩闹的玩意儿，我没兴趣。娘，我还是喜欢画本里的故事。狐妖打算引诱书生夺取魂魄，最后却动了真情，非常有趣。你才6岁呢，说话反倒像个成年人。你自出生起就不爱吵闹，只有饿了才会小声哼唧。绵绵比你小几月，整日哭闹不停。从前我觉得性子安静是好事，可如今越想越觉得不妥。我只是和绵绵他们的爱好不同而已。唉，你祖父有意和上官家结亲，你绵绵与上官凌霄一同长大。要我说，你是长女，理应先定下你的亲事。谁料你直言凌霄和绵绵更为相配，这倒好，选择权交给上官凌霄了。你听听他们玩得多开心，你不去凑热闹，凌霄又怎会选择你？娘，他们多般配，我只是个背景板而已。你这孩子，总冒出几个听不懂的词。上官凌霄以后必定大有所为，你要是不抓住机会，以后找不到如意郎君的话，可连后悔也来不及喽。找不到那就不找呗。莹莹，女子及笄之后便要出嫁，难不成你真打算不嫁人啊？总不至于还去哪儿找个故事里的狐狸嫁了吧？也不是不行。莹莹，什么？我小时候居然决定要找个狐妖当夫君？这里是哪里？沈青鱼呢？蝼蚁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哥哥，不如再弄伤他一只手吧。摆着这副愁眉苦脸的模样给谁看？难不成看不起我们？愿意陪你玩耍是你的福气。没错，我们特地来与你交朋友，
沈春秋，交到朋友你该开怀大笑才对，这样才好看。哥哥，踩他的手臂，让他笑得更加尽兴。哪个不长眼的？莹莹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在交朋友。交朋友，没人愿意搭理他，我们愿意同他说话，陪他玩耍，他应当感激涕零。没错，要不是我们带他出来玩，他连天光都见不到。这不是沈青云说的义弟吗？莹莹，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和他交朋友？莹莹，一起来吧。我没兴趣，你们俩去别处玩。好。莹莹，他们这般对你，你为什么不反抗？为何要反抗？他们一直在伤害你，你不痛吗？他们愿意看着我，同我说话，带我玩，是在和我交朋友。疼痛是证明我活着的奖赏。青鱼回来了，青鱼回来了，青鱼回来了，青鱼回来了。莹莹，你在和义弟玩什么有趣的游戏？我只是见他受伤了，过来看看。不用在意，这是大家在和他交朋友呢。交朋友？我们都喜欢和他交朋友。大家都喜欢和我交朋友。蹲久了腿会发麻，我拉你起来。你们各自忙去吧，我该陪莹莹用早膳了。你的手好冷，这么怕冷，你应该多穿点。今日轮到我和你交朋友了。好。莹莹，快吃吧。莹莹，我买的东西你不喜欢吗？今天我做人又失败了。你一大早上的是去买吃的了？我随便吃点就够，不必这般折腾。你吃过了吗？吃。真是乖巧的过分。你义弟是你爹娘收养的孩子？当年他们是怎么捡到他的？很久之前，他们在山中捕猎时，在一个陷阱里发现的。他怎么会掉进陷阱？他太饿了，想去捡榛子，结果掉进了放捕兽夹的坑里。哦，府里的人为什么都要那样对他？还说是在交朋友。府里只有他不会像旁人那样轻易受损，大家也只和他交朋友。沈青雨，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吗？有什么好可怜的？有吃有穿，还有地方住。这根本不是喜欢。像我这样对你才叫真心喜欢，舍不得你饿，舍不得你痛，给你买新衣裳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样为你治病。从前你也去找过他交朋友吗？大家一般什么时候会找他交朋友呢？受伤生病，或是修炼遇到平局，
身体不舒服的时候。大家没想过，他被如此对待，会撑不住吗？不会。你怎么知道不会？莹莹，我就是知道。你想吃什么？我去买。我什么都不想吃。沈清宇，你这次必须给我记住什么才是喜欢，不许再曲解，知道没？可莹莹刚才还说舍不得我疼。我是为了让你长记性。这力道还不如蚊虫咬一下，酥酥麻麻的。不过，这大概也是莹莹口中的喜欢。你敢掐我一下试试？外面的人到底在忙什么？在忙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卖馄饨的夫妻说，成亲就该是这样。那日在赵府，也是这般红吧？莹莹，你喜欢吗？这怕不是用鲜血染成的。我们之前说过，成亲要先见长辈。我的父母很喜欢你，我带你去见他们。别怕，是娘在荡秋千呢。我的错觉吗？我要与莹莹成亲，你们同意吗？同意。莹莹，我们今晚就可以成亲了。沈清瑜，我好像恢复了一点记忆。那个，我父母在世，家里似乎在为我说亲，不如先找到我爹娘，确认此事，再……我是不是要完了？莹莹，你好笨，你有没有说亲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便罢，若真有，我杀了那人便是。没人能抢过我，而且今天是15，是最好的日子。莹莹嫁我后，你们会欺负她吗？不会。只要莹莹高兴，我日夜端茶倒水也甘愿。只要莹莹高兴，生啖我们血肉也无妨。当牛做马，为奴为婢，皆是我们的荣幸。莹莹，嫁给青鱼吧。莹莹，嫁给青鱼吧。莹莹，我就知道你是喜欢我的。师兄，这儿好重的阴气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都走到这儿了，还想半途而废？找到宝贝，我们就能长生不老。我当然想，可10年前沈府所有人一夕死绝，之前来的捉妖师都没好下场，我怕呀。哼，所谓富贵险中求，肯定是沈家霸占的宝贝才遭横祸。宝贝至今下落不明，我们找到就赚了。这可是伏魔剑，妖魔邪祟的克星，有它在，怕什么？伏魔剑是燕剑池的配件，我们路边捡到的不会是假的吧？我亲眼见过，绝对真。燕燕池那小鬼肯定出事了，得亏我们运气好能捡到。师兄，那不会是有人要成亲吧？胡说，那是血染红的灯笼，亡魂离气不散，里面或许有不少冤魂。给我精神点。我还是害怕。怕什么？真当是鬼王娶亲呢？师兄，沈家出事前，莫非正在办喜事？我之前只打听了，沈家人以炼药为生，一枚丹药便能价值1000金，没问有没有这事儿啊。你别一惊一乍，之前咱们骗了人的家产，对方投河自尽，也没见你吓成这样。此一时彼一时啊！等下咱们每个地方都搜查一遍，这般大的府邸，说不定有地牢暗室。师兄，那里有人影。不过一具枯骨，别自己吓自己。
记起来了，沈春秋便是沈家嫡少主，是既定继承人。他是沈家正统少主，为何会被如同牲畜一样囚禁在此，死在暗牢之中？你们也是来和我交朋友的吗？你们是来和我交朋友的吗？我不要死啊！这一定不是普通妖魔能做出来的手笔。师兄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别慌，我们找破阵的法子。师兄，一般成亲不是长辈坐在高堂，新妇敬茶吗？可你看沈家二了跪在地上，反倒让新娘坐在椅子上，倒反天罡啊！对啊，这是为什么？自然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压在我新娘的头上。你们是来喝喜酒的，可待贺礼。妈呀！不要！饶命！贵王大人饶命啊！今日喜宴添了2道肉菜，诸位尽兴享用。莹莹不爱见血，对不对？不喜欢。今夜15，百鬼齐聚，全都见证我们的婚事呢。仙女姐姐，丁玲玲，你也来参加我的婚宴了？等等，你不对劲！莹莹，我们该入洞房了。莹莹，睡吧。好奇怪，往日睡前他总会缠着我闲谈说笑，今夜这般安安静静、一言不通的模样，我反倒格外不习惯。许是成亲之后，便是这般不一样的光景吧。为何不和我洞房？莹莹，我们在一个房间里睡了。为什么不和我洞房？莹莹，我们已经在洞房了。为什么不和我洞房？莹莹，成亲的流程我们全都走完了。没有。怎么没有？不脱衣服吗？成亲还要脱衣服？从未有人教过我。原来洞房还有这般流程。不脱衣服吗？莹莹真懒，我才不上你的当。你要做什么？沈清宇，我要你。这家伙，不行了，可以说的，用不着这么勉强自己。我没有不行。
好，好，好，你最行了。那你还要再睡会儿吗？你陪我睡吗？不陪。莹莹，为何呢？我怕我会把你榨干。我不会死的。但你会难受。我之前说还不想和你成亲，只是怕你会承担更大的责任。若是我找到了家人，他们不喜欢你怎么办？你受委屈怎么办？我们将来要是有了孩子，他不听话怎么办？万一你我都不再喜欢对方了，又怎么办？洞房的时候，你可没考虑这么多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，我会学着当一个好妻子，你也要学着做一个好丈夫，好吗？好。沈清瑜，虽说你傻，但说不定你真能做一个好夫君。莹莹，我不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不呆，连洞房都不知道，还说不呆。沈清瑜，这把剑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是啊，究竟是在哪儿见过呢？我记起来了，是燕赤霞，不对，是燕燕池的伏魔剑。燕燕池难道出事了？是啊，他是不是出事了呢？燕燕池看起来这么厉害，怎么会出事？难不成撞上了极其厉害的大妖？沈清瑜，帮帮我！莹莹从前说过，自己办不到的事，不该找其他人帮忙。你是其他人吗？你是我的夫君。好像有点道理。沈清瑜，好青鱼，小鱼儿，你就帮帮我好不好嘛？夫君，帮帮我好不好？夫君，夫君，帮帮我呀！夫君，我最爱的夫君。莹莹，太吵了。我可以吵你一辈子。丁玲玲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没能归回肉身，又缺乏阳气维持身形。若非是有人将他放在伏魔剑内，他早就魂飞魄散。丁玲玲，我和沈清瑜已经成亲了，我们打算好好相伴一辈子。对了，我们正是15这天拜堂成婚。15，确实是好日子。求求你们，救救道长！我有双生姐妹。什么姐妹？那是你的肉身。我的身体是，不知哪来的孤魂野鬼占了你的躯壳，你才会沦为生魂回不了家。凭你的手段和能力，根本斗不过他。走了。道长，我们去哪里？天色已晚，先落脚歇息。改日我便重回丁府，当着你那有眼无珠的父亲的面，擒下那只野鬼，让他亲自给我赔礼道歉。道长，老爷彻夜难安，自觉处事偏颇，特命我等来请道长回府一叙，登门致歉，还请道长解惑。带路。箱里有迷药，交出那道生魂，我们还能饶你一命。你也配与道爷我谈条件？杀！不好！道长，他们要的是我，你把我交出去，你这样会死的，快把我交出去啊！闭嘴！你在和他说话。燕剑池，
我最后说一次，交出生魂，保你不死。你算什么东西？痴心妄想！住手！别杀他！住手！我就在这里，你们来抓我，放过他！真要杀他，那生魂怎么办？天下术士无数，死一个燕延迟不算什么，只要生魂还在，不愁没人替我们拘他出来。女鬼，能不能活，看你命数！就这样，我被困在这把剑里，后来被2个江湖术士捡到，才来到这里见到了你们。道长带我回府这件事，只有丁老爷知道。我知道他不喜欢我，他又有了更讨喜的女儿，所以肯定不想我回来。我可以不回去，只求他放过道长。仙女姐姐，求求你帮帮我。沈青羽，会有危险吗？有危险的话，你便会收起你泛滥的善心，只与我安心住在宅子里，不再插手这些俗事吗？会。对于我而言，沈青羽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所以我就算是有心帮忙，也不能让他有受伤的风险。我懂。丁家能短时间里召集这么多杀手，燕道长也算是实力非凡，但也被算计生死不明，更何况是沈青羽，他什么都不懂。我帮。啊！我懂得可比那个牛鼻子道长多。沈公子，谢谢你。你真的能行？我很行。那你打算用什么办法找燕道长？自然是用最简单的法子。小云，如今的我，是不是比从前更好看？对啊，自从小姐开朗起来后，府内欢笑声都多了，少爷和老爷的关系都缓和不少，表少爷更是满心满眼都是小姐，没人会不偏爱您。到底是我占了别人的身体。6岁那年母亲离世，我本打算自生自灭，可一觉睡醒便换了身子。丁玲本有个好出身，却性情懦弱，不懂讨好亲人，还整日纠缠表哥，拖累兄长，白白浪费好人生。丁玲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弥补你的遗憾，活得更精彩。外头是怎么了？小姐，不好了，有贼人闯进府里，护卫们全都倒下了。光天化日，竟有人敢闯入丁府行凶！不是一群人，是一个人，一个。聒噪！你究竟是何人？闯入我府中，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带着诚意而来，只为找一个人。放心，我没恶意。你放倒我全府护卫，这就没有恶意？丁老爷，你最好是信他的话。你们擅闯私宅，就不怕我报官追责？他要是报官抓我的话，该如何？只要丁老爷不担心真假千金的内情传遍全城街巷，倒是可以报官。我听不懂你们口中的话。把府里那位丁小姐请过来，你自然就能明白。我看你们是和那道长一伙的，故意编造谎话，勒索钱财，想要银子，大可直说。若合理，我可用财消灾。燕燕池道长被你藏在了哪里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那日我拆穿他的谎话，他就走了，我哪知道？道长离开不久，便遭人围堵伏击，带头的是脸上有刀疤的人，而我与你家小姐有一面之缘，他身边跟着一名贺姓护卫，脸上留有刀疤。此人如今在哪儿？那是福父的护卫，自然跟在福父身旁。丁玲提过的，伏击他们的领头人就是那名护卫。那个男人在哪里？不知道。那便卸了你的一条胳膊吧。等等，让我再想想。
我想起来了，夫妇今天出了门，贺飞也跟着一起出去了。我可听府里下人都说，今日公子要回府，小姐期盼许久，绝不会挑今天出门。既然不愿如实交代，只能让你尝些苦头。都听你的。世道本就是强弱有别，对付心怀歹焰之人，就该以恶制恶。夫妇他在自己的房间里。动静这么大，丁福福也没出来看热闹，想来是贺飞带着他躲起来了。他的院落要往哪边走？那边走。沈清瑜，我觉得我和从前不一样了。变得更喜欢我了？没错，我变得更喜欢你了。真是与荒寺天差地别。丁玲没出现在这儿，或许是对的。丁福福呢？小姐被蒙面人抓走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别杀我！他太丑了。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去哪儿找燕燕池？这把伏魔剑不错，好剑，该是认主的。你早知道灵剑能寻主，为何还带我在丁府大闹？不这样，莹莹怎会和我一起做坏事？道长，刀伤、剑伤、鞭伤，还中了冰美人奇毒，若无解药，半月便会冻成冰坨。这毒该怎么解？制毒手法不同，解毒方法就不同，我也无从下手啊。或许黄金树的树根能解呢？春生，你又在说胡话！黄金树是云岭州的神树，挖根便是与全城为敌。医书上明明写着，黄金树可解百毒。他是我不久前收的学徒，姑娘莫放在心上。我先压制这位道者毒性，不过根治还需解药。莹莹，吃饭。不是让你饿了就吃，等我做什么？你这般喜欢我，若不一起吃，会食不下咽。谢你体贴。我是你夫君，该当如此。这头发怎么糙了？是不是精力耗得太多，要等过段时期才能好吗？怎么了？莹莹，我要吃煎蛋。哦。道长，你是个好人，我一定要让你不要死掉。为什么要大晚上坐屋顶上晒月光？我问的是为什么要拉着我一起？因为我们是夫妻，要一直在一起。沈公子，仙女姐姐，我们直接去绑了丁老头，用他换解药救道长。我们把那小白兔带坏了。都怪我们。道长是为了我才这样，他是个好人，好人一定要有好报。就算绑了丁老爷，贺飞也未必会现身。我们今天打进了丁府，贺飞始终没露面，说明他根本不在乎丁老爷的死活。而且丁福福被掳走了，那人很可能就是贺飞，在他心里，丁福福重要太多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不想道长死。还有半个月，我们先找他们俩的踪迹，实在找不到，就走最后一步。什么办法？强闯云岭州，很有意思。小时候，哥哥带我去过云岭城。玲玲，就在这座不夜城里，只有我与你的家，一定是最幸福的家。可是现在，哥哥，你也会忘了我吗？这是在丁府，不在你的院里捡到的，你认得吗？哥哥说，这是我周岁抓周时抓到的，
他还说，当年爹为了青楼女子和人争风吃醋，被人打断了腿，然后我母亲就替父亲去掌管生意上的事。哥哥还说，那时娘在路上遇到一个荒凉的寺庙，他还进去烧了一炷香，祈祷我和哥哥平安健康。莫非就是你娘当年那一炷香，让那位大师在冥冥中护着你？我说的对不对？许是吧。我去看看道长。有时候他人眼中的弃吕碧游，在另一些人那儿却是珠玉珍宝。啊，你啥时候编的？莹莹胆子好小，为什么还能与我成亲呢？自然是我觉得与你成亲一点也不可怕。或许与你成亲这件事还是我心之所愿呢。在你那儿，我不是怪物或者恶鬼吗？都不是。那我是珠玉还是珍宝？对于我来说，沈清瑜是珠玉，是珍宝，是天下最独一无二的存在。鬼！有恶鬼抓人了！我不是恶鬼，我是珠玉珍宝，是独一无二的珠玉珍宝。这句话是我妻子亲口说的。这恶鬼有病吧？这般模样，实在让人移不开眼。你醒了？对啊，我醒了。我们得先去医馆看燕道长，再找贺飞与丁夫妇的下落，把这些事了结，再找到我的来处，就能安心过我们的日子了。我们的日子，只有我和莹莹吗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对啊。莹莹，你在心里骂我？没有。被窝里有毛茸茸的东西在碰我，像小动物在求偶。莹莹，不行，你的身子还没养好。那什么时候才可以？等你的头发养出光泽再说。莹莹，我今天想吃2个煎蛋。听说云岭州第一美人丁夫妇失踪了，丁家正到处找呢。真的吗？那李家不得急疯了？丁老爷果然压下了真假千金的流言。你也认识丁小姐？我一个小百姓，哪是的那般天仙人物哦。您方才听到丁福福的名字，好像很在意。是因为10年前我家对面住过一对母女，那女孩也叫福福，可惜同名不同命啊。她从小没爹，娘离世后只剩她孤零零一人，我们邻居能帮就帮，可最后她还是在一个夜里悄无声息的没了。10年前，福福，这未免太巧了。后来我们想凑钱给她致富保官，这时来了位好心人，就是那家客栈的掌柜。他出钱请人把小姑娘的尸身妥善安葬了。是我们住的那家，之前丁延玉还去查过账，正好被我们撞见。是莹莹看呆了的那位公子？我没有，你别乱讲。那时你一听见他声音就看过去，心跳、呼吸都乱了。好了好了，都老夫老妻了，翻旧账没意思。您说的那对母女住在哪条巷？杨柳巷，那位夫人没了丈夫，长得特别漂亮。我们先去杨柳巷看看。好。对了，丁玲是生魂，普通人看不见，为什么我能看见她？因为你本就不寻常。我哪里不寻常了？那日在地牢，你朝我伸手，被我握住的那一刻，就已经不寻常了。我还担心杀手会再来，看来是我们多虑了。现在该是他们怕我们了。
睡个觉都不能安心。别哭了！道长，你醒了！大夫，大夫，道长醒了！大夫，快去看看道长！请让让。这药1天1次，喝3天，别再受寒。多谢春生大夫。林大夫，昨日是否收治了一位中毒受伤的道长？哎呀，是严玉公子来了。我们这儿确实有位道长在里间躺着，我想见见。在下丁延玉，昨日公子与姑娘造访丁府，是我们招待不周，特来赔罪，不知可否与2位一谈？不可。莹莹为何掐我？姑娘可是姓乔？丁公子如何知晓？姑娘这玉佩是玉城白杨暖玉所制，十分罕见。玉城也只出了1对而已。一对？不巧，另一枚在我这里。原来是1对呢。这只是巧合。丁公子家境好，买块玉不算什么。乔姑娘不记得了？我该记得什么？这玉佩是乔夫人寄来的，邀我去玉城参加你的生辰宴。若非家里生意杂，我早该出发去玉城了。夫人还说，与我母亲是手帕交，有意撮合你我姻缘。姻缘呀！什么？仙女姐姐本该是我未来大嫂？这对吗？想来这位公子定有过人之处，才会惹人青睐。沈清宇，莹莹，你不许我欺负她。你不能杀他。为何？这桩姻缘做不得数，不止我不愿意，丁公子也从未动心。他若有意，收到信便会即刻奔赴玉城，他分明也是不愿的，对不对，丁公子？姑娘所言属实，家中事务缠身，在下还无意娶亲。你忘了，我还要带你回家见我的父母呢。我母亲是你的岳母，你该讨她欢心，怎能惹她不快？万一她不认你这个女婿，我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沈清瑜，我只想和你过安稳的小日子。好吧，先不欺负他。我拿出玉佩并无他意，金玉良缘，良缘自有归属。这枚玉佩该还给最合适的人。多谢。如今2位可否容我与你们一谈？来，吃这个。乔姑娘，你可是失了忆？对，我不知道被谁绑架了，是沈清瑜救了我，我们共历患难，就这样在一起了。姑娘出身玉城乔家，父母安康，与2乔姑娘姿容出众，美名远扬。小乔姑娘10年前已定下世家婚约，10里红妆只待佳期。乔姑娘身为长姐，岂可随意托付终身？所以我想，这就是乔夫人着急的原因吧。我好像是有个叫绵绵的堂妹。莹莹，鱼。算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日后的烦恼日后再说。丁公子，我有一事相求。我失踪多日，我父母也许是担心的，可否劳烦你替我送一封信去乔家，告知他们我平安无事，不久便会归家。谈不上麻烦，姑娘只管写信托我，我即刻命人快马加急送往玉城乔家，必保乔夫人与乔老爷早日安心。多谢。姑娘应当明白我没有恶意，我想见一见玲玲，能否请你帮忙？我在云岭州待了几日，听闻许多人说丁家对丁小姐宠爱有加，无论想要什么，父兄和未婚夫都会竭力满足他，如此情感深厚非常。是我愚钝，是我有眼无珠。玲玲性情大变，我只当她是经历生死从而转变，
以至于偶尔起疑，也从未求证。请二位出手相助，让我能与玲玲一见。你想见他吗？我们好歹吃了人家一顿饭呢，要不帮帮他？好。玲玲，哥哥会不会也讨厌我了？没事了。哥哥还记得我，这样就够了。哥哥，哥哥在这儿。哥哥，我好想你。寺庙里只有小左小右陪着我，我一直在等你来找我。回到云岭州，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你。可是，是哥哥不好，别怕，我一定会让一切回到正轨。还有，哥哥一直疼你，时时刻刻都惦记着你。他很好看吗？比我好看吗？我喜欢毛茸茸的东西，那种无毛之类的，一点也不好，我才不喜欢。我也这般觉得。可算哄好了。玲玲，跟我回去吧，好弥补这10年对你的亏欠。我不能走，我要陪着道长。丁公子，如今局势未明，玲玲也只是生魂，需要我们才能更好稳固身形。她还是和我们待在一起更好。也好，那就劳烦二位了。燕道长的解药我会想办法，失踪的那2人我也会想办法找到。玲玲，我会再来看你。好。小姐，我劝你多少还是吃点儿。我不吃，你干脆饿死我好了。你是我的护卫，竟敢囚禁我，你到底受了谁的指使？哥哥，你来救我了！为何不吃东西？有人把我抓来，不知道做什么。他们送的东西我不敢吃。别怕，食物没有毒。哥哥，你在说什么？听话，吃点东西，别饿坏了身子。道长，我哥哥还记得我呢。只要有哥哥在，就算我讨厌丁老头，讨厌冰冷的丁家，我还是愿意留在那儿。小时候哥哥总带我去听戏，那出《移魂记》我到现在都记得。那时候我也害怕以后我的夫婿会不会也不喜欢我。哥哥还哄我说我不用嫁人，他会一辈子养着我呢。哪有这种说法？你哥脑子也有点病。丁玲玲，你哥哥来看你了。哥哥，你真的来看我了？我答应了你，就一定会来。我想带丁玲出去转转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只是丁玲不能离伏魔剑太远，你带着她在医馆附近走动。多谢。道长都昏迷不醒了，眉头还皱这么紧，不会做噩梦了吧？许是梦见自己要杀人的噩梦呢。道长可是正道栋梁，惩恶扬善，驱除邪祟，才不会杀人呢。道心不稳，破戒也不算1回2回，也值得你这样夸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笨莹莹，哥哥还记得我爱吃桂花糕。你的喜好我不会忘。说是那天燕道长带你回来的时候，我在府中就好了，事情也就不会演变至此。不是哥哥的错，是我命不好。你是我最珍重的人，本该是天底下最快活无忧的姑娘，何来命不好一说？就算不好，我也会亲手为你改命。没关系，玲玲，往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还想吃些什么？我再去给你买。哥哥，我要听戏，我想听《移魂记》。公子恕罪，姑娘吵着闹着要来听戏，我们一时疏忽，让她跑了过来。这是五娘，10年前我去查账时，发现她爹娘要卖了她，一时不忍，就掏钱买了下来。
他天生神志不全，我就把他放在郊外的庄园里，跟着婆子们学点粗活。带舞娘去听戏吧，切记不要让她走丢了。是公子。别人叫我哥哥，玲玲这是吃醋了？别怕，我只会是玲玲一个人的哥哥。林大夫，你有办法解开道长身上的剧毒了？确实如此。之前不是说这毒很难解吗？现在为何又有办法了？我同门师弟早年机缘巧合得一枚沈家的丹药，那丹药可活死人肉白骨，借着冰美人奇毒，自然不在话下。师傅，这般珍贵的丹药，能否让徒儿开开眼界，瞧上一瞧？不可，此丹来之不易。姑娘，你速速为道长服下此丹，不出3日，道长便可安然苏醒。太好了，哥哥，道长可以醒过来了。是啊，真是太好了。你与道长关系最好，还是你来喂吧。道长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哥哥，你明天还会来看我吗？自然会。玲玲会想我吗？会，我一定会想哥哥。我也会想玲玲。回去吧，我这就走了。我看着哥哥离开。哥，小心！哥！想要救丁彦玉的命，就带伏魔剑到这个地点交换。你最近怎么总爱编个蚂蚱出来？因为无聊。你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？还有别的可以做吗？那你是怎么学会编扎蟒的？有人教我的。谁教你的？不认识。那时我没了眼睛，没了耳朵，连鼻子也被剜走了，什么也感觉不到。莹莹，这个送给你玩。莹莹好像小狗，小狗会咬人，我不咬。可是成亲那天，莹莹明明都不敢。闭嘴！沈公子，仙女姐姐，我哥哥被人绑走了。鱼儿终于上钩了。这些人对丁玲玲的魂魄真是穷追不舍。她一个小姑娘，值得遭人如此记恨吗？你怎知是记恨，而不是贪婪？你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？我只是闻到了从灵魂里溢出的欲望，很有意思。你鼻子还有这用法？那你说说，我的灵魂里有什么欲望？有，是我。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，就知道逗我。我爱财爱吃又爱睡，怎么可能只对他有欲望？我早说过，这公子非同一般，绝非你们这点小打小闹能压制。你们非要不服气来试。沈公子，说实话，我真不想与你为敌。既然不想为敌，那就交出解药，放了丁公子，不好吗？我不能。你看起来功夫也不错，手下还有人，算是能翻手覆云的人物。你不想做的事不去做就好了，难不成有人能逼你做吗？姑娘不必试探，无人胁迫我，我所作所为皆是本心。那你到底和丁家有什么仇？非要盯着玲玲的魂魄？难不成你喜欢丁夫妇，不想让丁玲回来？还有一种可能，他是丁夫妇的亲爹。很有可能，只是不曾听闻你娶妻。我还是觉得你喜欢丁夫妇的可能性更大。不娶妻就不能生子了吗？在山野里，只要摇摇尾巴，互相蹭蹭味道，觉得喜欢了就能……闭嘴！别把我比作山野走兽，我贺飞虽非君子，却也绝非下流之辈，不必浪费口舌。这就算解药，丁延玉此刻也是阶下囚，你们交出伏魔剑，解药人我尽数归还。我们未见丁公子，如何确认他生死安危？随我来。
能把剑给他。人你们见到了，他还能活蹦乱跳。现在二位可愿意兑现交易？接住！改日让燕燕池专程来谢你，前提是你能活到那时候。早料到你们不会乖乖交易，只能出此下策。丁妍玉，我帮你护住丁夫妇10年，今日又昧着良心帮你拿到伏魔剑，当年我欠你的人情，到此一笔勾销。你我就此两不相欠。他们可不好对付，你多加小心。看样子马上就要变天了。你把那道生魂藏在了什么地方？如实交代，我给你一个痛快。我答应了你，就一定会来。那傻子的兄长不对劲，沈公子怎么也没有察觉异样。现在巧英他们带着剑去了丁府，那傻子女鬼会有危险。燕道长，你的毒还没解，你不能动，会死的。颜玉，你一定要找到你妹妹。爹放心，我一定会的。你妹妹从小娇生惯养，哪能受这么大的苦？无论要多少赎金，只要能让她回来，我都愿意。爹是糊涂了吧？妹妹不是被你送走了吗？你在说什么？这移魂技，你还想唱到什么时候？你早就知道。我早知道什么？是知道您在母亲在世时便流连于烟柳之地，还是知道母亲病重，您便养外室，和那赵氏生下私女？又或者是您为了救您那早逝的亲生女儿，不惜牺牲我的玲玲？您一无所知，您不知道10年前您的身体为何会出状况，也不知道这些年来我为何反对丁夫妇嫁与李远之。丁妍玉，你好了，父亲，该喝药了。小鱼儿，丁妍玉有问题。是啊，她确实有问题呢。丁玲玲要伤心了。这府邸那么大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出口啊？谁来帮帮我，让我死！玲玲，我会为你找到一个合适的身体，一定要等我找到你。玲玲，很快就好了，你的身体很快就能温暖起来了。他怎么了？不过是睡一觉，无碍。那里面是什么？我知道错了，求你放我出去！你是丁玲，不可能，你早就死了，你是鬼！玲玲是明月，是星辉，岂是鬼物可比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让一切归位，让窃取者付出代价。不是我的错，我没想害任何人。林颜玉，我叫了你10年哥哥，你怎能如此铁石心肠？若非你还得养着玲玲的身体，你以为你能活到现在？哥哥说归位是要送我回自己的身体吗？你曾说过，这个世界上你最依赖的就是哥哥，还说若是父亲有其他孩子不要我们了，你会赚钱养我。可我哪舍得你吃苦呢？这世上我只剩你这一个亲人了，所以我必须想办法，让父亲再也无法生下其他子嗣，逼赵氏永远离开，这样就没有人能把我们赶出去了。我娘不是失足，是你杀了她！丁颜玉，你好狠毒！原来我也本是丁府的小姐。这些荣光本也有我的一份，是你们害的！丁颜玉，你是杀人犯！丁颜玉，你会付出代价的！我是做了坏事，但是我不会伤害你。这10年来，你过得很苦吧？这10年来，你才是最苦的。你要帮我回到身体里吗？
玲玲，这是琉璃盏，我好不容易寻来的法器，它能够帮助你回到身体里。从此往后，我们就能一直在一起，再也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们了。你是要把我送回我自己的身体里吗？玲玲，你看，这具身体的容貌虽不及你，但也还算是干净。玲玲，你知道的，你最漂亮的是你那纯真无垢的灵魂。只要是你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模样，你都是定玲。可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和父亲又有什么不同？玲玲，你忘了吗？很久很久以前，你说一辈子都想跟在我身边。玲玲，你有了五娘的身体，就不会有人再用流言蜚语苛责我们一分了。我不要。玲玲，别害怕，一切交给我就够了。我不要抢别人的身体，我不要成为别人。没关系的，玲玲，你不用有负担。五娘神智残缺，家人都不喜欢她，你用了她的身体，并不是害了她。那她和10年前的我又有什么不同？就因为我不讨人喜欢，没有人记得我，所以我的身子被别人抢走了。是，五娘不讨人喜爱，更甚至她天生痴傻，但是她就没有资格作为自己活下去吗？蝼蚁尚且懂得苟且偷生，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人想要安静的活下去也做不到呢？玲玲，没关系，总有一天你一定会理解我。灯燃起来的这一瞬，我们就没有说停的资格了。我不要这样，你放手！别害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我不要！来吧，玲玲。你是聋了吗？他说了，他不要。道长，你的毒解了。闭嘴！又是你。杀了这个男人。住手！他们绿油油的，还是人吗？没有七情六欲，不过是人偶而已。小鱼儿，你快看，道长砍下来了一截手臂，很快又长出来了，真神奇。是很神奇。你再看他身上掉下来血，落下来都把地板腐蚀了，好恐怖哦。是挺恐怖。这绿油油的人身上好像都是毒，好危险啊。是好危险。你能别总这样附和我的话吗？道长一个人应对能行吗？是啊，能不能行呢？要不你去帮帮他？不要，我胆子小，不敢和人发生冲突。道长，原来你的毒没有解呀！感兴趣？哼，杀了他！莹莹，送你玩。不！求求你，不要杀他！玲玲，活了这么多年，也没见过这么多不把自己身体当回事儿的人。我老了，
不懂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想的了。师傅说的有理。我怎么感觉这石头好像应该是很热的样子，但摸起来只有温热，没有看上去那般滚烫灼人。你又笑什么？我在笑莹莹好呆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快告诉我呀！不想说。肯定是你不知道，在这装的神秘兮兮的。亏我以前还觉得你是这个世上最厉害的人，原来是我感觉错了。拙劣的激将法，你就说这个方法有没有用嘛？也算是有点用。那快讲讲这是什么，让我长长见识。这是赤焰石，有浓烈的阳烟之气，寻常人碰了，许是会化作人干。这么恐怖！这些石头的阳烟之气大多已经被我化解了。这东西这么危险，你还一次性掏了那么多，不会被烫伤了吧？我是世上最厉害的人，这点小东西伤不到我。那也不能大意，太过骄傲自负，早晚要出事。这也是做人的道理。对，这也是做人的道理。知道了，我不骄傲自负。昨夜那绿色怪人是什么东西？是靠着这种石头才能行动的吗？他们是被改造了的尸体。赤焰石可以让傀儡拥有行动能力，勉强算得上你们说的死而复生。没有意识，没有情感，只有尸体能动，这算什么死而复生？是啊，算什么死而复生呢？好了，沈清宇，白日不可宣淫。为什么呀，莹莹？怎么不像那晚一样想着拖我的？闭嘴！我们先去看看他们醒没醒吧。哥哥，你醒了。琳琳，你回来了。对啊，燕道长给我送回来了。还有五娘，我留她在别庄了，有嬷嬷照顾她，她每天都很开心。仙女姐姐他们帮了我很多，我留他们做客。还有丁老头，我也让管家安排后事了。你要离开了吗？什么？丁府是恶心的，我也是恶心的。你应该讨厌这个家，也应该讨厌我。玲玲，你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不要再回来，不要再被任何人束缚。我不走。娘说，我和哥哥是世上最亲近的人，我们应该互相扶持，天塌地陷，刀山火海，也不能把另一个人弄丢了。哥哥找了我10年，我也想了哥哥10年，但我知道哥哥做的事不对，不能因为私心伤害别人。但是小时候我犯错，哥哥也没丢下我呀，所以我不会走。道长，你站门口干什么？不进去吗？怎么不进去呢？哼，路过而已，有什么好进去的？你这算什么高门大户？父兄全不是什么好人，还不如我闯荡江湖快活。喂，你真打算继续待在丁家？看在我们是熟人的份上，你要是想离开，求求也不是不行。我不能离开。算了，你不求我也行。道爷我大发善心，就当做好事了。道长，我不能离家。你说什么？大夫说我哥哥可能一辈子就都不能走了，而且他是我在这世上的唯一的亲人。道长，谢谢你救了我，还有我哥哥他。我为他之前向你做的事情道歉，我知道一句道歉弥补不了对你的亏欠，你要我当牛做马，不论是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愿意。谁稀罕？我今日就离开云岭州，去别的地方闯荡了。沈清徐，我们今天也离开吧。好。我还有点舍不得丁玲玲，她那么天真，很容易被骗呢。确实。万一她那个黑心窝哥哥一辈子都装残废躺在床上，那她岂不是一辈子都得守着她了？是呢。丁玲玲身边也没有别人了，她涉世未深，若是有朝一日被人算计了，只怕都还在给人数钱。真可怜。道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算你们狠。莹莹，不看热闹了？热闹看够了，剩下的事我们不该掺和。不过我还是有点好奇，丁玲玲说丁妍玉的傀儡是从别人手上买来的，到底是谁做这种缺德生意呢？是谁呢？让我进去！我是你们小姐的未婚夫，我要见夫妇。李公子，退婚书已送到贵府，2家婚约作废，还请您莫要在此滋事。一定是丁妍玉的主意，你们让我见见他，让我见他。表哥，表
哥哥，是我啊，我是夫妇，我遭人算计，我的身体……你这疯子在胡言乱语什么？我表妹是丁玲，云岭州第一美人，这是你能假冒的？丁颜玉，我知道是你出的主意，我对夫妇真心，日月可见，我非他不娶。既然知道我的家在哪儿了，沈青瑜，要不我们回家一趟？好。不过今天比较晚了，我们明早再出发。卖帕子啦，卖坯子啦！这可是云岭城内圣女大人的帕子，驱邪避凶，可保人平安呢。你这小二莫要说大话。圣女高高在上，不染俗世烟火，你又怎会拿到圣女的帕子？我溜进云岭城内时，差点被冻死，恰逢圣女游街祈福，她可怜我，只是握了握我的手，我便好了。这帕子就是圣女大人留下的。云岭州里的人无病无灾，全靠圣女大人守着黄金树。要是我能得到这帕子，那必须要高挂在家中，每日拜拜才行。沈青瑜，你是靠谱的大人了，不要这么粘人。不能粘人吗？你粘得太过分了。不可以吗？也不是不行。沈青瑜，真有人能够做到帮人无病无灾吗？许是有呢。我只知道，如果强行破坏了万物的运行规矩，那就代表着一定会付出外人不知道的代价。沈青瑜，我在和你说话呢，你就不能正经一点吗？哦。是不是赶路累了？要不要早点休息？要。冬天你不盖被子，不冷吗？做什么？没做什么呀。哦。沈青瑜，就算你今天要喊停，我也不会停的。君若有意，不妨多采些。妖精！我要吃饭。等我回来。不得了了，这也太磨人了吧！我太喜欢了，要不等他回来再来一次。绝不能放过那个小贼！仔细搜遍所有角落，不许遗漏半处，绝对不能惊扰到城主大人。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刚刚发生什么了？现在出去恐怕会被当成贼被抓起来。我得想办法，不然沈青瑜该发疯了。绵绵，你身体还病着，你应该好好休息，不要为了别的事操心。洛轩还没有回来，我放心不下。他已经是个大人了，能出什么事儿？如果不是我说了他几句，也不会惹他不高兴，害得他半夜生气跑出去。这儿是云岭城，我们人生地不熟的，遇到了坏人可怎么办？绵绵，他只是你的义弟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夫，你不觉得自己对他的关心过多了吗？云霄，你是在怪我？他是我义弟，我作为姐姐，关心他本就是理所应当。绵绵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，不需要你管，我自己去找他好了。绵绵，
别走！你放手，别拦着我！你可别大喊大叫，一旦引来府里的护卫，我又得被关起来了。他们要抓的那个溜进府里的小贼，是你？说贼多难听啊！小爷我这是打算劫富济贫，可没打算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可我听这儿的百姓提起成王府时，都在说好话呢。他们算什么好东西？不过是一群……行了，懒得跟你这个外乡人掰扯这些有的没的。我记得你不是被薛公子管着的吗？你和他应该不能离得太远，现在怎么可以一个人行动了？薛鹤亭那个死脑筋，还想困住我一辈子吗？我不过稍微使点小计，他就主动把禁制解了。什么小计？他要追查赵繁花的下落也就罢了，路上见到作恶的妖怪也总要管一管。一次他不慎落入犬妖的陷阱，都快要死了，我慌得不行，怕他死了拖累我。我又再三保证，今后再也不偷鸡摸狗。他一时心软，就解了禁制。所以你没管薛公子的死活，自己先走了？那倒没有，小爷我心善，把他背去医馆安顿好才走。哎，他这么拘禁我还救他，我真是个大好人。哦。薛鹤亭打探到赵繁花在云岭州，我就被迫跟着来了。想到城主府肯定有不少宝贝，我就来凑热闹了。你呢？你又是怎么来的城主府？还有那个沈青瑜，素来与你形影不离，他人呢？我在客栈里好好的，不知什么人把我迷晕了。等我睁眼，我就已经在这儿了。谁敢这么大胆动你？哇，那人不得被沈青瑜打成筛子了？这边还没搜查，快过来仔细搜！快往这边走。我觉得这里很不一般。我也觉得。有人来了，快躲起来！圣女今日服侍圣树辛苦了，天色已晚，请圣女早些休息，明日还要继续侍奉圣树。没什么事，就退下吧。鲜花赠美人，礼轻情意重，还望姑娘莫要见怪。这朵虞美人，我细心养了2个月才第一次开花。来人，有贼在我屋子里！美人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！花就算再美也易枯萎，我在它最漂亮的时候摘了送给你，只会让它短暂的生命更有价值。大胆狂徒，竟敢对圣女不敬！你就不能低调点吗？小爷我看到美人就低调不了。
小贼还有同伙，不能放过他们！我不是他的同伙。喂，乔莹，怎么说我们也共过患难了，你这样急着和我撇清关系，是不是太冷漠？我的患难到底是谁带来的啊？好像的确是我的问题最大。那就是闯进城主府的小贼，倒有几分本事。只是他身后护着的那个姑娘，看起来步步会跟。借弓箭一用。是乔莹！我还没有睡够沈清雨，我还不想死啊！差点就以为要跟着乔莹一起死了。绵绵，绵绵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对他下杀手？刚刚那支箭要伤了无期之时，我的心脏神经忽然不受控制的跳得很快，不禁让我想待会儿要把胸膛打开，掏出心脏好好瞧瞧是哪出了问题。这般新奇的感觉，独我一个人尝多无趣，自然要让你也尝尝。云岭城绝非法外之地，你们夜闯城主府，就代表你们来之不善。我与府中众人一起擒贼，是分内之事，容不得尔等在此放肆。莹莹，他很吵，对不对？实在聒噪，败了兴致。我去把他解决了，回头再来好好报你。实在狂妄！乔莹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和我们一起长大的云霄受伤吗？你认识我？这种时候你还闹脾气？是，当年我不该拉着你出门玩，结果遇见了云霄。我和他先走一步，才让你在回去的路上遭遇意外被人掳走。我们心里一直愧疚，四处寻访你的踪迹。你心里有怨气，不管冲着我来，不要伤及云霄。我听这里的下人叫她乔姑娘呢，她不会和你是亲戚吧？沈清雨，我没事，玩够了就回来吧。真的没事，若是不一点点刮掉他皮肉再了结，我怕你夜里会做噩梦。云霄，噩梦是因为心生害怕，可我身边有你，世间再也没有能让我恐惧的事物。我很重要。你格外重要。你为何下手这般狠烈？是他身子太过娇弱，寻常人手脚折断都能安安静静休养，可不会柔弱至此。
还要唤出声惹人发笑。什么寻常人能断了手，折了脚后，还能安安静静的不吵不闹？我呀。诸位，城主有请。早就听说云岭城的百姓从无灾祸，全靠有圣女日夜供奉神树，得到了庇护的力量。今日一见，方知传闻不假。我原来也以为传闻是假的，原来这世上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力量。力量这般强，真的没有副作用吗？副作用？世上真的有可以治愈一切病痛的力量。每一个见到青鱼施展力量的人都会这般感慨。父亲，今日侍奉神树辛苦，早些休息吧。想必姑娘便是玉城乔家失踪的大小姐吧？许是吧？许是？我伤到了头，失忆了。你失忆了？不妨事，姑娘不记得过去了，就在府里多留几日。改天让青姨为你看看，寻常大夫做不到的事情，也许青姨能做到。那便住上几日。多谢城主。这位小兄弟呢？我城主府守卫森严，小兄弟想进来，怕是不易吧？我不是故意闯的，是我朋友乔莹被人迷晕绑进来，我是为了找他才进来的。我确实是被人迷晕，在醒过来后就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城主府。原来如此，有人特意绑了姑娘来府中，也不知是有何盘算。姑娘放心，我会让人把府里彻查一遍，好给你一个交代。谢谢城主。现在天色已晚，等会儿我会让管家给你们安排好住处，今夜就好好休息吧。乔莹，有事？有事？乔莹，你怎么就成亲了？没有父母之命，没有媒妁之言，你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妥？有什么不妥？我流落在外，是沈青鱼数次护我周全，救命之恩以身相许，不也算是一段佳话？就算他对你有恩，你也不应该以身相请，不过是体面说辞。真正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我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，我们两情相悦，最是天生一对。乔莹，绵绵只是担心你失去了记忆，容易受人蒙骗。随心而为，随性而动。我要是被骗了，那也算是我活该，就不劳你们费心了。对了，你们都躲起来一起亲嘴了，想必很快就会成亲了吧？沈青鱼，现在不做。哦。有人把我完好无损的放在城主府，我怀疑是想引你过来。是吗？你老实说，是不是对城主府也有兴趣？没有。做人要诚实。有。沈青鱼，不许做危险的事。莹莹，你在担心我？废话，你是我夫君，我不担心你，担心谁？坐好，我们在谈正事呢。正事是什么？你得答应我，不做危险的事。不做危险的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会担心。为什么要担心我？因为你是我的夫君啊。我是你的夫君。沈青鱼，你真的好粘人。莹莹，你真的好奇怪。你的犬牙咬疼我了。今日阳光正好，能够偶遇美人，实是人生一大幸事。我已经观察你几天了，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，你不嫌烦吗？每天重复一样的事情，和坐牢有什么分别？
圣女大人，你就不想去云岭城以外的世界看看吗？我现在的生活很好。公子自重。沈青鱼，这儿的芍药开得好漂亮呀！好漂亮。城主府里的花花草草真是随处可见。我听府里的下人提起过，多年前过世的城主妹妹喜欢花，所以府里才种了这么多的花。好多的花草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奇怪。芍药开花了，还有上次明彩华摘了的虞美人，他们的花期都在晚春时节，现在可是寒冬腊月，可他们的花期都撞在了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，很奇怪啊。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城主府里供奉着一棵黄金树，侍奉黄金树的圣女都能有那么神奇的力量，想来是黄金树改变了这里的地脉，才能让生灵生长得更好吧。原来是这样。哎，乔莹，哎，乔莹，那个把你绑进城主府的人找到了吗？城主排查了一番，没有发现可疑的人。他说不知背后的人是敌是友，有什么打算，建议我们多留几日，就算有事，他也好及时出手相助。哦，城主府里这么无聊，要不要找点刺激？我已经成亲了。我们已经成亲。你们想到哪儿去了？我只是想问，你想不想去云岭城里逛逛？好不容易进了一趟云岭城，不去城主府外面走走，那不白来了吗？不想。为什么？感觉出去就会惹麻烦上身。会有麻烦上身。小爷我潇洒去了，你们就继续在这里赏花吧。我怎么觉得他能够安心成容在城主府里待上好几天，是打算闹一出大的。沈青鱼，你真好看。所以，你更加喜欢我了吗？是啊，我更喜欢你了。莹莹，我又病了。病得很严重吗？很严重。是不是需要